嗨，大家好。2020年6月13日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成功发射第9批星链卫星。这批卫星共有58颗，至此 ，SpaceX 已累计发射540颗星链卫星，距离马斯克原计划的42000颗又近了一步。这位享誉全球的传奇人物埃隆·马斯克，既在造汽车，又在做火箭，还在放卫星，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又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金融、汽车、能源、航天4大行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埃隆·马斯克。从他这精湛的舞姿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典型的理工男。没错，马斯克从小就是个宅男，并且展现了其理工气质。1971年出生在南非的他，在10岁那年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除了电脑之外，幼年的他还对太空和宇宙颇感兴趣。《银河系漫游指南》成为他最喜欢的书。这其实跟绝大多数男孩的童年没什么不同，但马斯克就在2年之后用自己的电脑设计了一款太空游戏软件 Blastar， 而且还竟然卖出了$500。而后到了1988年，高中毕业的马斯克追随母亲到了加拿大继续攻读大学。理科男当然要去最优秀的理工科大学了，所以马斯克选择了被誉为最硬核理工科大学的滑铁卢大学。但刚一进去就遭遇了滑铁卢，这学校咋没女生呢？这要是读个4年，不就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女人变路人了吗？所以马斯克没待几天就随即转学到了另一所大学——皇后大学。这名字一听就靠谱，皇后肯定女生多，所以马斯克在皇后大学一待就是2年，并俘获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贾斯汀。而后马斯克又申请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那里顺利拿到了2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专业的学位，一个经济，另一个则是物理。1995年，顺利毕业的马斯克又申请到了斯坦福攻读博士的机会，但没过2天他就辍学了，并留下了一段特牛的话：你可以在很多研究领域都拿到博士学位，但那样的研究工作未必能对世界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而我想做那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人。24岁的马斯克此话一出，瞬间惊呆了身边的人。这小子吹牛皮也太有水平了吧，就你要怎样改变世界呢？而同样在1995年这一年，在大洋彼岸，另一个也同样很会吹牛的人在中国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名字叫做中国黄页。没错，他就是比马斯克大7岁也同样姓马的马云爸爸。看来吹牛是不分种族和地域的，但之所以他们会被称为牛人，是因为吹牛本身并不难，但能将自己吹过的牛去一一实现，这就是牛人与庸人最大的区别。就这样，辍学并怀揣着改变世界梦想的马斯克与弟弟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Zip2， 同样进入到互联网行业，并在1999年赶在互联网泡沫爆掉之前，很幸运地将自己的公司 Zip2 以3.4亿美金卖给了当时还没有与惠普合并的康柏电脑，个人入账2000万刀，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紧接着，马斯克拿着这笔钱创办了一家在线银行 X.com， 玩起了互联网金融，并在1年之后推出了大名鼎鼎的 PayPal， 这就是当今第三方支付的开山鼻祖。很多中国人可能只知道马云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但并不知道马斯克的 PayPal。 没错，当今要论移动支付，中国完爆美国甚至世界，这毫无疑问。而且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要比 PayPal 和 Apple Pay 好用的多得多。但若论先行者，并将移动支付的 idea 付诸于现实，马斯克当之无愧。美国的移动支付受限于信用卡体系和无法统一结算的制度壁垒，它诞生于美国，缘起自马斯克，却繁荣在中国，并成就了马云。这是美国的遗憾，当然也是马斯克的遗憾。但无论如何，不失为马斯克改变世界的起手式。就在淘宝首次推出支付宝服务的前一年，2002年，马斯克将 PayPal 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eBay，并从占股中分到了1.65亿美元，正式进入亿万富翁俱乐部。那一年他31岁。有了这笔钱，马斯克也终于拥有了可以实现其儿时梦想的实力。怀揣着大笔现金的马斯克也正式规划起自己的更为庞大的商业帝国。而这个帝国在未来将改变他的一生，甚至是人类发展的进程。2002年6月，马斯克成立了第3家公司，并兼任 CEO 和 CTO， 这就是前段时间刚刚把60颗卫星一次性送上天空的 SpaceX。一家私人公司要发射火箭，这个火箭还可以回收，
而且还要太空移民，这种异想天开，在当时几乎被所有人认为马斯克要不然是疯了，要不然他就是个只会拿 PPT 骗投资人钱的大忽悠罢了。这次创业当然被很多人所不看好，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呢？ SpaceX 正是马斯克实现其梦想并开创帝国的基石。虽然在互联网混迹多年的马斯克对航空航天知识并不熟悉，但凭借他理工男超强的学习和快速吸收能力，尽可能多地接收一切关于太空和航天方面的知识，使其在短期内迅速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担任 CTO 的原因。而随后 SpaceX 也成功在201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枚猎鹰火箭，并将龙飞船送入太空并回收，并在之后的10年里不停地创造着它的奇迹。那么基石有了，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壮志，马斯克又做了什么呢？2004年，他看上了一家以纪念已故著名科学家来命名的一项新能源汽车项目，并成功入股成为董事长，这就是特斯拉汽车。同样的，这高级货自马斯克入股开始就被人一路吐槽，说什么电池技术太烂，充电桩太麻烦，续航里程是硬伤等等等等。但时至今日，看着上海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特斯拉汽车，我想此种质疑声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吧。至于玩火箭的马斯克为什么要搞电动汽车，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马斯克的帝国拼图仍在继续。2006年，马斯克提出了太阳能城市的初步概念，并与表弟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阳光之城 Solar City， 专门发展家用及商业光伏发电项目，至今已成为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公司。紧接着2013年，超级高铁 Hyperloop 项目正式登场，这是马斯克遐想的亚音速磁悬浮高铁列车，时速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1220公里，比飞机还要快，甚至超过了亚音速子弹。这就意味着从北京到上海乘坐 Hyperloop 只需要1个小时，这对习惯了京沪之间4至5小时的高铁旅客来说，也确实是个巨大飞跃。除了此种类型的高科技公司之外，当今世界最热的人工智能领域，马斯克又怎会缺席呢？2016年，马斯克创立了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Neuralink， 研究脑机接口，并通过深度学习、压缩感知和神经修复等技术，最终实现人脑与机器的结合。最新进展为，就在今年2020年 Neuralink 将进行人体的临床试验。至此，马斯克的帝国拼图几近完成，随即而来的就是一个个奇迹的诞生。而随着2018年2月 SpaceX 成功发射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并将2颗小型实验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个大名鼎鼎的星链计划也随即开启。时至今日，星链又成功发射了9次，并按计划将540颗卫星送入轨道。提到星链计划，由于最近话题火爆，就多说2句。很多人会说，马斯克这个狂人把42000颗卫星布满天空，这是要遮天蔽日啊，而且对于天文观测会产生阻碍。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找到答案。4.2万颗卫星多吗？当然多，但是如果把它均匀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还多吗？好像还是很多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近地轨道面积到底有多大。首先来看一个大家曾经学过但现在有些淡忘的公式，就是球体的表面积公式 S 等于4派 r 方，其中圆周率派为 3.1415926， 这个大家从小就会背了。 r 为球体半径，此时有2部分组成，一个是地球半径6371公里，为地心到地表的距离，另一个还要加上地表的近地轨道的距离。星链计划的卫星运行在3条轨道之上，分别为340公里、550公里和1150公里。我们拿最近的轨道来举例，所以最小半径 r 等于6371加340等于6711公里。代入公式 S 等于4派 r 方，所以最终这 4.2万颗卫星将运行在表面积约为 5.7亿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那么这 5.7亿平方公里又是多大呢？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概念。那么我们将其缩小60倍，就是96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中国国土的面积这么大。而 4.2 万颗卫星除以60等于700颗，而每颗卫星展开后的面积约为4平方米左右，也就相当于一辆小汽车。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土这么大的地方，有700辆汽车在奔跑。那这700辆汽车还多吗？对很多对于数字不够敏感的人来说，好像还是很多啊。那么我们再将960万除以700，
相当于每辆汽车分到的面积约为 1.3 万平方公里。1.3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上海市的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上海还多一点。换句话说，一辆汽车要在2个上海这么大的地方再奔跑，这能做到遮天蔽日吗？好像有点困难吧。如果还不好理解，那我们就再缩小看看吧，把 1.3 万平方公里缩小到100平米，也就是现在人们居住的房子这么大。注意是平方米。那么一颗卫星的4平米相应缩小为多大呢？就是400除以13乘以10的9次方，经过计算，最终为30平方毫米，比你的小手指甲还要小上一点。你的指甲掉在房子里好找吗？好像不太好找吧。所以经过上面的介绍，对于星链计划会遮天蔽日且影响天文观测，也就不攻自破了。好，那么马斯克折腾了这么久，又是射火箭，又是造汽车，又是放卫星，又是玩人工智能，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其实马斯克这个牛人创立了这么多家公司，花了这么多钱，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也正是他儿时的梦想，那就是外星殖民。很多人之所以看不懂马斯克，无非是被狭隘的眼光限制住了自己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埃隆·马斯克所计划的项目，有些甚至都不是为了地球人所准备的。这个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移民外星这个终极目标而服务的。当然，首选自然就是火星了。我们来看看火星。由于火星的质量较小，所以逃逸速度和引力都很小，也就吸引不了足量的大气。这样，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而且在这稀薄的大气中，95%都是碳气，氧气又严重缺乏。这样，在地球上跑得欢的内燃机交通工具，在火星上就玩不起来了，所以就需要电动汽车。于是，马斯克版的特斯拉诞生了。那么，有了电动汽车，如何充电呢？由于缺乏氧气，任何地球上的石化燃料在火星上都无法燃烧，这样火力发电就无法运转。另一个是风力，火星上的典型风速约为每小时7至35公里。尽管空气稀薄，但经过科学家的实验，风力发电还是有可能的。但风并不是天天都有，如果1个月不刮风，那人还怎么活啊？所以就需要其他发电方式配合。而地球上庞大且复杂的核电站，靠火箭那点运力又很难登陆火星，所以剩下的就是太阳。于是马斯克有了太阳能城市 Solar City， 交通工具有了，电力来源也有了，那怎么去火星呢？没错，就是猎鹰系列运载火箭。但猎鹰9和猎鹰重型在环地轨道玩玩也就算了，想去火星还真够不到。这样就有了 BFR 超级火箭。我在之前介绍长征5B 的视频介绍过它，推力达到惊人的1万吨，也是世界在研的运力最大的火箭。它的目标显然不是月球，而是更遥远的火星。运载工具有了，成本就是个大问题。要按计划运送100万人过去，还要带着各种家当，没个几万次发射还真的搞不定。所以火箭的可回收化就成为必须。但由于火星大气层稀薄，依靠降落伞回收的方式显然就不靠谱了。因此，反推式的降落方式成为唯一的方法。这就有了 SpaceX 所多次表演的反推式可回收猎鹰火箭。好，火箭载着100万人移到了火星，那人们如何沟通呢？总不能通讯基本靠吼吧？已经习惯在地球使用手机的人类，在火星又如何打电话呢？于是就有了星链计划。有些人可能会问，难道不能把5G 基站搬到火星上去吗？这个想想也并非不可能。用 BFR 超级火箭把上万个基站和核心网设备运到火星，再配合中国式的基建狂魔搭建起来，好像还真的可行。但请各位想想，用火箭把通讯卫星发射到环火星轨道容易，还是用火箭把基站设备运到火星再人工搭建起来容易呢？显然是前者。而且考虑到火星和地球或其他星球之间的星际通信，于是星链又发展了星间激光通信。好，人类在火星可以打电话了，但只靠特斯拉汽车进行移动，范围实在有限。开车几十小时去看个朋友，好像有些累。而且火星上初期也不会有完善的高速公路系统，那怎么办呢？由于空气稀薄，地球上的飞机到了火星就飞不起来，而人类迁徙又不能天天坐火箭，所以就需要有速度可以媲美甚至超过飞机的超级高铁。于是马斯克有了 Hyperloop 超级回路列车，再配合马斯克看似漫不经心创立的 The Boring Company
挖洞公司，未来的火星高铁还要运行在地下呢。最后，人类要在火星定居，稀薄的氧气使人类依靠当前的身体机能是无法生存的。每天穿这个宇航服也确实难受，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怎么办呢？一个就是改造火星，使其适合人类生存，但这想想就是个耗资巨大且旷日持久的事情，还不一定能成。而即便有朝一日可以改造成功，也不表示人类还有能力去继续改造其他星球，因为环境又与火星大为不同。所以另一个方法就是使人类自身来适应火星，甚至是其他星球的各种环境。而从现在人类的进化论来看，在未来几百年想要实现几无可能，这样就需要一个替代者。谁呢？人工智能似乎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人类只需将自己的心智球移植到 AI 机器上就可以了。于是马斯克有了 Neuralink。 我在录制这期视频时，刚巧赶上2020年中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而我还依稀记得有一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就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人类对于人工智慧的探索其来有自，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把假如去掉，记忆真的可以实现移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它到底是哪一年的高考作文呢？好，今天我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斯克的传奇经历，以及当前他所拥有的公司都是用来做什么的。不要让眼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牛人的人生因拼搏而精彩。梦想引领人生，拼搏创造传奇。至于马斯克能否在未来继续创造奇迹而实现梦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